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有点特别，我打算和 ChatGPT 来聊一聊我的做饭计划。让我们来看一下 ChatGPT 它是会犯傻，还是会给出让我惊喜的回答。那我最近去公司上班呢，午饭和晚饭不是去食堂吃，就是点外卖。这几天我终于打算开始自己做饭带饭。那今天我就想和 ChatGPT 聊一下我的做饭计划。我打算开始带饭去公司上班了。听起来很棒啊！自己带饭确实能让你吃得更健康，也更有掌控的。那你已经开始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了吗？比如说你打算怎么安排买菜啊，或者做饭的时间呢？为什么他说话这么奇怪？我调试一下。我准备开始带饭去公司了，你慢慢说。好的，我会放慢语速，慢慢来。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要开始带饭呢？一是因为我每天去食堂吃或者点外卖，我都已经不知道该吃什么了，所以我想开始自己做，这样可以吃得更健康，也有更多的选择。还有呢，就是我觉得自己做饭会让我有一种在好好照顾自己的感受，而且自己做的饭吃起来更香。我觉得吃自己做的饭，有时候甚至让我能更专心的去吃，带着正念去吃。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决定啊！自己动手做饭不仅健康，而且还能更有掌控感，而且还能享受到那种正念饮食的感觉，真的很棒的。那接下来你有想过怎么安排买菜和做饭的时间吗？这就是我想和你讨论的，因为我觉得每天买菜很麻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周买2次或者3次菜就是不错的频率。那做饭的话呢，我需要在现在已经比较忙的每天安排出时间来做饭。对于买菜的话，你有什么建议呢？我觉得你这个频率挺轮廓的，一周2到3次，应该能平衡新鲜度和便利性。至于买菜的建议呢，你可以试着列个清单，把常用的食材都记下来，然后尽量选择耐储存的食材，这样就更省心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任何具体的细节想讨论，我也很乐意帮你出出主意哦。嗯，那你觉得我每次应该买多少？买什么样的食物呢？我觉得可以先从一些基础的耐储存的食材开始比如说米面、豆类以及一些根茎类的蔬菜，像土豆、胡萝卜之类的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。比如鸡胸肉、鸡蛋或者豆腐这样每次买的量不会太多，也不会太少，刚刚好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你先别说话哦，让我跟观众解释一下。他说的耐储存就是可以在冰箱里放的比较久，比如说他说了米、面，还有一些肉类、豆类。那么像很多蔬菜和水果就是不耐储存的。对于不耐储存的食物呢，我就需要去更频繁的买。好，那我现在在想，我每天怎么安排做饭的时间。我想的是，晚上我会去把需要开火的菜做好。虽然我的家里是电磁炉，
但是我们一般说开火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去煎、去炒、去用热量去把菜弄熟，就是开火。比如说可能要煎鸡肉、煎蛋、煎三文鱼，这种我就打算放在晚上做。那为了让蔬菜水果保持新鲜呢，我会把它们放到早上去做。比如说我在早上起床后去上班前，我会把牛油果切好，把番茄切好，把蔬菜洗好，然后再准备好。你觉得这个做饭时间的安排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这个安排非常合理啊，这样你晚上把需要火候的菜做好，早上再处理一些新鲜的蔬果，既能保证食材的新鲜度，又不会太赶时间，听起来很有条理，而且还很高效呢。我觉得这个节奏应该会让你感觉很轻松，也很有成就感。如果有其他细节想要再调整，都可以随时告诉我。你总结的不错。那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有哪些厨具，然后你帮我想一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比较适合我，是炒，还是煮，还是蒸，还是煎？那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底锅，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小锅。这个小锅有很多种功能，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把水加进去，水煮沸了之后，它就可以煮很多东西。那我还可以加一个这个蒸架，放在这边，就可以在上面蒸东西。可能有些小包子啊，或者烧麦什么的，我放在这个盘子里，在这上面蒸就可以。然后这个小锅呢，还配了一个这样的煎盘，那么我也可以在这上面煎东西。不过，如果要煎东西，我觉得比较花时间，因为要先把水煮开，所以我觉得用平底锅煎应该会更方便一点。但是这个锅比较小，然后我可以蒸的量也不太大，所以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的房间太小了，放不了多少厨具，所以我也没有电饭煲，也没有高压锅，也没有烤箱，也没有微波炉。不过我的公司有微波炉，所以我可以把做好的饭放在微波炉里加热。你可以说话了。好的，我刚刚听得很仔细哦。我觉得你的这些厨具配置很实用，而且可以很灵活的搭配不同的烹饪方式。像平底锅就很适合快速煎炒，小锅的话就可以用来煮或者蒸一些简单的食材。这样搭配起来应该会让你的做饭过程更轻松、方便，而且更有创意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再聊的，随时告诉我。你给我的建议有点不够具体哦。比如说，我想知道做什么样的荤菜会比较方便、比较快，但又能保持营养、保持美味呢？明白了，那我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快手、有营养的荤菜吧。比如说用平底锅煎鸡胸肉或者三文鱼，构成很方便的，而且只要简单调味就很好吃。另外你也可以试试用小锅来煮一些牛肉片，或者是猪肉片，加一些简单的调料，很快就能入味。这样做出来的菜不仅美味，还能保留营养，而且速度也很快哦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他刚刚说了猪肉片、牛肉片，片就是这样的肉片，经常在火锅里会用到。那他刚刚也说了可以煎三文鱼什么的，我在录视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要带去公司的，要开火的
菜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些，有三文鱼、杏鲍菇，还有蛋，都是我煎出来的。我厨艺不太好，我也从来没有试着去花很多时间，让我的厨艺进步。但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做饭，也许是一个慢慢让我的厨艺进步的机会。那这三个都是我用电磁炉煎出来的。这个蛋我煎的时候着急了一点，所以它现在破了。我煎的是溏心蛋，它里面的蛋黄都流了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把这些菜放到我要带去公司的饭盒里。这是饭盒袋，里面呢有我的饭盒。是这样的，是玻璃的。那这个饭盒呢，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里加热。它的密封性很好，密封性。那你觉得如果一周中间有1天、2天我不想做饭，我想偷懒，可以吗？如果偷懒的话，我自己感觉不好又怎么办呢？当然可以。偶尔偷懒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每个人都有需要休息的时候嘛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点愧疚，其实可以提前准备一些方便的食材，或者买一些健康的半成品这样就不会觉得太有负担了。偶尔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也是很好的，别太苛责自己哦。最重要的是保持愉快的心情。对。刚刚他说了半成品，意思就是超市里已经切好、洗好的那种食物包装，里面已经给你搭配好了各种食材，你带回家之后不用切、不用洗，直接开火把它做好就行了。这种东西叫做半成品。那我们现在，如果你打开超市的线上 APP，你还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快手菜。快手菜大概是同样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用已经准备好的食材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好一道菜。好，那今天我就和 ChatGPT 聊这么多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好像声音发挥的不太好，很多词都会跳着说，甚至有时候我都觉得他语速有点快了，会吞掉很多字。所以我希望不会对你们听这个视频造成很大的影响，你们听我说就好了。然后我想问你们，你们都会去公司上班吗？如果你们去公司上班，你们怎么解决你们的一日三餐呢？你们会带饭去公司吗？如果带饭的话，会提前多久准备好呢？你们有什么特别方便又好吃的快手菜可以推荐给我吗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那期待不久在下一个视频见到你们。祝你们吃好、喝好、身体好，天天快乐，天天放轻松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